好，我们来画一朵花啊，把刚刚我们画的花瓣来组成一朵花。我们调色的时候还是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然后再调这个曙红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3的地方，然后笔尖稍微蘸一丁点胭脂，我们刚开始画不要蘸太多胭脂，蘸一丁点胭脂就可以了。好，我们开始画这一朵塔式的牡丹花，用了笔上有太白，现在我们基本上不加太白，不加水就可以了。但是笔上因为刚开始加了太白，笔上你一直是有一点的哈，你现在要加就加水就可以了。好，我们开始，我们先画一个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1笔、2笔、3笔，这样3笔来画出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那我们现在画了一个花瓣，我们就看出这个花的一个朝向了。它第一个花瓣就已经定了这个花的朝向，它基本上是朝这个右上的。然后我们再画两侧的啊，两侧的这个侧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那侧面朝我们这个反瓣，我们刚刚讲的1笔，然后2笔，然后再3笔，这个第3笔就点一下就可以，小一点没关系。这个是一个侧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那我们再继续加这个层次，再给这朵花加层次。那这个反瓣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还要加一些层次，加一些上面的一个层次。那我们要加窄一点，不要跟它一样宽，要有这个宽窄的这种变化。那可以一笔一笔的去点它，一笔一笔的去加。那可以加的更窄，可以加的很窄，那可以只看得到这么一点也可以，让它这整个花瓣上有这个宽窄的这种变化。好，这个是加了一层。那我们这个侧瓣，我们可以在这里再加一个小一点的这个侧瓣，1笔、2笔、3笔，加一个小一点的侧瓣。那这个小一点的侧瓣，我们中间可以再加一个小侧瓣，让我们感觉这个层次丰富。然后在这个侧瓣里面，我们可以再叠加一层这个侧瓣，感觉从这后面叠加出来的啊，这样子是不是感觉这个层次又丰富了一些？好，这边有这个侧瓣啊，那这边也要有这个侧瓣，这边也要有这个侧瓣。那我们这两边的这个侧瓣，我们尽量不要画成一样大，不要画成一样大，我们要画出有区别。那么这个侧瓣我们可以把它画窄一点，画这个侧瓣的时候，1笔、2笔，然后这个拉一笔就小小的就可以了，这样子来一个侧瓣，让它跟这个有所区别。那这样子好像成了一条线哈，有一点成一条线。如果有这3个花瓣成一条线呢，那我们再要画一些其他花瓣把它打破一下，把这个一条线打破一下。那我们在这里可以加一个小的，加一个小的这个侧瓣，加一个小的侧瓣。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可以来一个大的，颜色一定要调匀哈，颜色不要调成有点灰的感觉，胭脂不要太多了。我们要先加上这个玫瑰红不能一直加这个后面的胭脂。这个发现这个笔上颜色不够了，我们要及时补充颜色，不能光补充这个深色的。如果你光补充这个胭脂，它可能颜色会有点暗，有点灰，所以前面这2种颜色都需要补充。好，我们这里再画一个这个侧面朝我们的这个侧瓣啊，侧瓣按下去1笔小一点，然后再重重的按下去大一点，然后再往前拖一笔啊，这样子又是一个侧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那我们现在画了一个花瓣之后，我们笔尖就要补充颜色。好，现在这2个反瓣中间我们可以再加一些这个反瓣的层次哦，像这个反瓣，我们可以加一个这个叠起来的，
这个让它感觉这个反瓣里面又叠加一个反瓣的这种感觉。那像这个缺口那么大，我在里面又再可以加一个小的花瓣，小的反瓣。那这个小的侧瓣，就是我们刚刚画过这种小侧瓣，小侧瓣就是小小的，那让它层次显得非常多，非常丰富。好，这个反瓣我再看一下哪里再伸出来一个，像这个下面也可以让它掉一个到下面去，这种反瓣可以让它掉一个到下面去。第二个侧瓣啊，1笔、2笔、3笔。其实这个笔上已经太干了，有点干了，看到没有？很干，很干，我们要加点水。很干，我们笔上加点水，这样子用这个勺子加点水进去。不要加太多，不要加太多，太多水分你们可能掌控不好这个水分。好，3个颜色都调了啊，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哪里再画花瓣。像这个缝隙里面这么大，我们也可以加上很多这个反瓣进去哦，也可以在这里加上很多花瓣。这里面我们可以加一个反瓣，先小，按下去提起来，又按下去再提起来，这样画出一个这种比较窄一点的、比较长一点的反瓣。那这个反瓣我们可以再继续再多加一点这个反瓣过来。这边可以多用一些这种反瓣，反瓣中间再有反瓣，要有不同大小的，里面又有这种小的这种小小的反瓣。好，这边我们可以再加一个这种小反瓣，我们可以不用注意里面的这种这个外围的这个轮廓，因为等一下我们画了加上这个正瓣，基本上它也看不见了。像这个缝里面，我们还可以继续加，可以加大一点的这种反瓣，这个垂下来的，加层次哦，再可以加这个反瓣的一个层次。这种小的反瓣加这么多，让这里这个花瓣非常丰富。那这边很多这种姿态的这种反瓣，那我们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就不用那么多这种反瓣了，我们就这样子。等一下看加正瓣的时候，我们等一下再看需不需要有反瓣，有的是需要的话，我们再去加。那我们先把这些反瓣都画出来了哈，都画出来之后，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反瓣里面的这个正瓣去补齐。每次画这个花的时候都有画这个正反的这个组合，其实我现在画这一块基本上也是在给你们示范这个组合。现在我们加上这个正瓣哈，在反瓣里面加正瓣，先调多一点颜色。我们画正瓣的时候颜色会比较深一点，所以我们笔尖要多调一些颜色，把这个这个玫瑰红要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基本上要调到现在要调到2/3的地方了，然后这个曙红要调到笔的1/2的地方了，要多调一些颜色了。现在颜色要调的饱满，笔上的颜色要饱满。然后现在这个胭脂也要稍微多调一点，因为我们现在画这个正瓣，这个正瓣的颜色是稍微深一点的。好，我们补充这个正瓣哈，补充正瓣的时候，从这个2个反瓣之间的这个缺口最深处往外反方向这样子去补。那这样子就是补了一个正瓣，看到没有？这是补了一个正瓣。好，我们继续啊，继续。像这些缺口里面，那这一个缺口那么大，我们可以多补几层哦，让它层次很丰富。好，我们补一层。好，我们这个花瓣一层层的，我们一个缺口里面不止补一层，
补一层之后，我们还可以再补一层。可以这一层可以只有一半，可以只有一半。现在笔上有点干了，有点干，我们要再加一点水分。好，我们再补充一层，这一层的话我们就可以大一点了，要有大有小。哎，这一层花瓣我们就大的时候，我们这个花瓣不要画太圆了，我们笔要有一点这个停顿，或者是最后可以用点的方式来点一些。那这个花瓣你觉得已经够大了哈，已经够大了，在这里了，这个缺口我们可以先留着，不一定要画，可以放着哈，这个缺口我们可以放着。先放着这个缺口，然后我们再继续补充这些缺口，这些都是反瓣。反瓣里面补正瓣一直都讲过啊，两个反瓣都是朝这个右上啊，朝这个右上。我们补这个正瓣的时候，我们笔尖就朝右上了，这样子去补，笔尖加一点深色啊，笔尖加一点深色，从这个缺口最深处这样子去补。一个里面可以补充多几个花瓣，我们现在补了一个，那我们还可以再补一个层次。那再补一个层次的时候，我们可以补大一点，这样子又跟它重合在一起了。这又成了一个块面了，这个花瓣就感觉到这个层次非常丰富了。好，这个小的里面一样的，也是要补充这个正瓣。也是一样，补充这个正瓣。好了，我们把这边补完了，这边补完了，我们再补这一边，补这一边。我们为什么我这么教大家是把它分解开来，把这朵花分解开来，这样子去画，你们就是不会组合这朵花瓣。哎，这个花瓣我都知道怎么画，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把这些花瓣组在一起。我这样子去画的话，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楚的看明白我们这个花瓣是怎么样去把它组合在一起的。那我们继续来补哈，继续来补充这个反瓣里面的正瓣，从这个缺口的地方补上去。好，我们继续来补啊，继续来补。好，我们再补一个层次，这个一个里面可以多补几个层次，显得这个层次更加丰富。有一些花瓣我可以补的很小，可以不用补的填补补的那么大，那这个我们可以就这么小，不要补的这个太大，有大有小有变化。好，这边这一个我们再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直接把它补过来，这个让这个花瓣非常大，让这个花瓣里面有大有小。然后我们这个是第二层哈，中间的第二层，这个是第二层，我们画这个塔式的，画第二层。我们刚刚分解的时候就分解了，我们这一朵花分3个层次去画。
还有把这些非白的地方，我们用最深的颜色把它填一下，我们到最后再去调整也可以。我现在看着它不舒服，所以我就现在把它调整了。其实我们的画完了之后，到最后去调整也可以哈。好，我们再画这个第1层哈，这些地方再加一些小的碎瓣吧，这些地方加一些小的碎瓣，这个碎瓣就这么点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画第1层，第1层这个花瓣它是虚的啊。第1层我们为什么先画这个第2层？第2层它是离我们最近的，我们把中间这层画出来了，我们上下2层就更好画了，画第1层的时候，我们这个笔上就要沾这个底色了，现在这个底色就要起到作用。好，我们再画第1层，第1层的花瓣，我们刚刚讲的，最开始分解的时候就讲了，第1层花瓣也是小的，但是它物象是虚的，颜色是浅的，那么它就会比这一层的花瓣要浅。要浅的时候，我们调色，我们这里是沾的底色的啊。我们刚刚第2层我们是加了水，但是我们画第1层里面是沾的这个底色，这个底色是这个太白加3绿调的这个底色。然后我们调色。调色的时候，我们跟第2层调色要有一点区别哦。我们颜色要调少一点点，不要调太多了。我们把这个牡丹红均匀的薄一点，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薄一点啊，薄一点调到笔的1/2的地方，然后再调一点这个曙红。第1层我们不需要调胭脂哦，调一点曙红就可以了。我们也是一样的，先可以我们的花心在这里，我们先定出这个花心的位置啊，这样子大家更加直观一点。我们这个花朝哪里画？这个花心在这里啊。我们还是这个上面还是一些很多，大部分都是碎瓣，但是我们也要画出一些比较明显一点的这个正反瓣啊，它也是一个正反瓣的组合啊，也是正反瓣的组合。我们可以画一些小的、大的、小的各种姿态的这种反瓣和正瓣，那可以往这边画，又可以往那边画。可以画很大，也可以画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花瓣，也可以画一个这么小的一层层的啊。这一层我们的颜色是浅的，然后物象是虚的，我们越画越虚的会。这里也是有一些这种侧瓣，加一点颜色，稍微的加一点点颜色。稍微加一点颜色，一样的让它有很多层次，层次感还是一样的要丰富哦。我们这样子一笔笔的去点出来，它就有这种笔触感，就有这种花瓣的这种感觉。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画虚的就直接一糊全部糊掉了也不行啊，因为这朵花它本身它就是没有那么。不像我们的画那个绣球形的，绣球形就不一样了。绣球形我们直接这么点就行了，因为它都是碎瓣，你已经看不清楚这个正反瓣了。但是我们这个是常规的，它这个塔式的其实它也是一种常规型的，所以它的花瓣还是要有一些，你稍微的分一些这个正反瓣的这种感觉。然后你画第2层的时候，第2层这个是反瓣，第2层这个正瓣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像第1层那样子颜色更深。我们还是一样的颜色，比较虚的啊，比较虚的。这第2层的话，我们就这个正瓣里面去加这个正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只要笔尖有一点深色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直接这么去点啊，颜色要调匀哦，有的时候没有调匀，就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啊，直接这么去点它。刚刚讲的这种点的方式，直接这么去点。看到没有？加一点点，笔尖只需要有一点点颜色，然后我们直接这么去点它，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我们就去点哪里，就是要点出不是很规则的，就是要有这个边缘，要有起有伏，不要点得太圆了，整朵花。有一些花瓣我们需要跳出来的，我们就要让它跳出来几个。好，我们就点成
这个根部还是一样的哦，根部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加一点深色，稍微有一点深色，不能说这个根部和上面全部是一个色调。根部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加一点深色进去。好，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水分很多，水分很足。好，这边我们再来一点，再加一下。颜色要调匀哈，你看一下这一笔颜色不是很匀，它就不好看，我们可以把它中和一下。当然，这个上面这个花瓣颜色不是很匀的话，还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偶尔回一下笔，回一下笔，也可以反笔。有些地方你可以反笔来加这个花瓣，觉得哪里花瓣不够的时候，你可以反笔来加一些小的碎瓣。这样子反笔来加一些碎的这种感觉，因为它长到最后了，我们看不太清楚的时候，到最后它会有一些这种小的这种碎瓣出来。好了，这个第二层就画出来了，看到没有？这个是第二层和第一层，这个第一层就画完了，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再画最后一层，这个缺口的话，我们可以留着，到时候我们在最后去调整的时候，我们再去调整。可以加一点三绿，加一点胭脂，让深的就让它更深一点。我们画最后一层就是这是调色的一个秘诀啊。最后一层我们会调一个更深的一个底色，让它颜色深的会跟中间这个层次的深色会深的有变化，深的不一样。我们这个底色调好之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然后我们还是继续一样的调色，调这个颜色，又要加一点颜料进来，玫瑰红。好，还是一样的深细的调色，我们还是一样的把这个玫瑰红先均匀的调一层，在底下这一层我们可以调到2/3的地方哈，因为画的是这个大花瓣。如果你水分多了，你感觉你调的时候你这个笔上水分太多了，你可以在这个废纸上这样子沾掉一点水分。因为刚开始画的时候你们可能水分太大了，可能掌握不好这个水分，那么你们就要沾掉一点点，再继续调，这样子不要让你一调的时候盘子里面就很多水分，那说明你的水分就多了，好不好？好，把玫瑰红均匀调一层在笔的2/3的地方，然后再调一层这个曙红，我们一定要调一点曙红哦，曙红这个颜色很好的，非常常用。调一点这个胭脂没有了，我们再加一点胭脂，进来。好，我们画最后一层啊。首先我们可以画一个大花瓣，就是我们刚刚示范的最开始解析这个花瓣示范的那个翻转过来的大花瓣。那我们在这里画一个超大的花瓣，因为这里这么多小花瓣，我们在这里画一个超大的花瓣，好不好？好，我们画一个大花瓣，带一点勾，按下去，提起来，然后再重重的按下去，再提起来，然后再往后拖一点，画这个大的花瓣。哎，这里就来了一个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大花瓣啊，刚刚示范的那个超大的一个翻转过来的一个大花瓣。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深的会有一些不同？是不是深的跟这个深色就不一样了？这个加了这个底色之后，它的深的有不同了，不一样了。好，我们这里可以来一个反瓣，大的反瓣，来一个大的反瓣。那这个大的反瓣，我们下面的大花瓣中间也会掺杂一些小的花瓣。那这个反瓣里面，我们可以再来一个小一点的反瓣，是不是让它这个层次感觉，增加这个层次感？那这有反瓣，我们就有这个正瓣。那我们这边继续加它的正瓣。
好，我们现在画花心，再仔细的给大家画一下花心，因为现在太湿了，所以我用纸沾一下。本身我要等它干了才画这个花心才好。好，我们画这个花心，画的这个花的最中间。那这朵花是朝上的，我们画这个花心不要画这个正面的啊，我们这个花心也要画的有这个姿态，不要画的跟正面的一样的。我们这么画啊，这个花心用3绿画出这个雌蕊，画这个雌蕊。我们画了这个雌蕊之后，我们这个笔是，我们这个上面用这个胭脂提一下，用胭脂从这个中间画出这样的一个姿态的一个雌蕊。我们画了雌蕊之后，我们再画雄蕊。雄蕊的话是这个花心，花心就是这整朵花的一个精神所在。我们画花心，拉近一点点啊。画花心，花心是用这个藤黄加太白调和的这个颜色，藤黄加太白调和的这个画花心的颜色。我装在一个小瓶子里面。我们画这个朝上的花心也是一样的，画5组，每次画花心我们分组来画5组。这个挨着这下面这个花瓣的地方，下面一边一组，这个一边一组，然后两边各一边一组，然后中间一组就可以了。你们按这样子分啊，这个朝上的，这个朝上的。然后我们分了5组之后，我们来一组一组的完成，点小蝌蚪，像点小蝌蚪一样的点啊。我们最下面这两组的话，直接挨着这个花瓣去点就可以了，挨着这个花瓣去点就可以。我们可以点的很齐哦，点很多很齐的，然后偶尔这样子跳出几个来，偶尔跳出几个来，偶尔跳出几个来，然后这一组点这一组一样的，我们挨着这个花瓣来点就可以了，点很多，点很密啊，很多很密。可以点很多很密，然后也是一样，偶尔跳出1、2个，偶尔这样子跳出1、2个，跳出来的，这样子就有变化了，就有变化了。这个就点了2组了，是吧？点了2组。好，我们再点这边这一组，点小蝌蚪一样的啊，点小蝌蚪。我们点这一组，我们可以往中间勾一点点啊，稍微往中间勾一点点。你看这么点。稍微往中间勾一点点，带一点点勾哦，带一点点勾的时候，我们偶尔也是一样，点很多在一堆哦。我们点很多在这个一堆的时候，我们偶尔一样的要跳出几个，要跳出来，有跳出来的东西，这个画面这个花心它才显得灵动，才会显得好看。好，这个是一组，那还有中间这一组，中间这一组就直接往上点。可以点很多很齐的，这么很齐，很齐，很齐。点齐没关系，你刚开始点齐没关系，你到最后你点的时候，你在这里跳一个，那里跳一个，这样子就有变化了，这样子就有变化了。这个花心它才会灵动，才会好看，才不至于点这个花心感觉这个花心很死板。好，我们再点这一组。两边的这2组就稍微的往里勾一点，往里勾一点。我们点的时候往里勾，就是笔稍微的带一点点勾哦，带一点点勾，像画小蝌蚪似的。笔尖往里勾。偶尔会跳出来几个，偶尔跳出来几个，这样子这个花心就很丰富了。然后我们再画一点花丝哦，也要画一点花丝，画一点点，要画一点点丝啊，下面画一点点丝，偶尔带几个丝出来，花心的这个花丝。好了，这个花心好看吗？花心好不好看？大家觉得这个花心好不好看？我们可以再跳出一些啊，可以更夸张一点嘛。画画就是可以夸张画，完全可以，不要太谨慎了。画画的时候要加以自己的这种
思维的这种变化，美美的，好看是吧？美美的。然后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